我小七啊，显而易见，我旁边是一台还没有开箱的终身阿普利亚。那对于阿普利亚的话，大家肯定会想到的是它的 GPR 系列。对于 GPR 的话，我是这样认为的：但凡你是对跑车有一些念想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直接入手就对了。毕竟它们应该是目前市面上为数不多可以直接下赛道的硬派仿赛。那今天我们要说的不是它，而是它的街车版，也就是 GPR 250S。本来我们是想提前做一个测试的，但是呢，最近重庆一直在下雨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开箱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惊喜给到我们。OK， 开干。车子呢是采用体架固定的，非常的牢靠，也很细致啊，只需要把反光镜、平衡块还有电池装好就 OK 了。加上车又比较轻，所以一个人搞定是没有问题的。在装车的时候，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反光镜固定螺丝。首先呢，它的质感非常的不错，同时呢，它是采用同向固定的。那通常呢都是反向卡死的，可能会转着转着就滑撕掉了。这样的设计的话，我觉得是更合理的。GPR 250S 依然继续延续 GPR 之名，不用想 ，GPR 250S 肯定会一如既往的超能打。GPR 系列的精髓之一铝合金双翼梁镂空轻量化车架自然不会缺席，搭配 GPR 250同款水冷式气门双凸轮轴发动机，最大功率是20.5千瓦，最大扭矩是21.5牛米，保持不变，还配有滑动离合器。其他的如前辐射卡钳配浮动盘、后吸附制动、半热轮轮胎等源自仿赛版本的硬核配置均得以保留。那外形方面呢 ，GPR 250S 依然是有迹可循的。它与 GPR 250R 分别延续阿普利亚 RS 和托勒家族化设计语言，风格分别向 RS V4 和托勒 V4 靠拢。能看到在整流罩、方向把和座椅等方面的设计与仿赛版是有一些差异的。那即便是街车版本，阿普利亚依然在强调它独特的运动基因。与市面上时下主流的街车相比，它确实有一些自己的独到之处。那后续呢，我们会对 GPR 250S 做一个测试，也会对 GPR 250R 做一个横评。大家有对他们感兴趣的地方，可以给我留言。好的，再见。